贺李磊先生升职集团副总，更与苏婉小姐喜定终生，双喜临门。让我们在此恭祝这对佳人。不要脸，哄着我儿子买这么贵的戒指，真当自己是什么千金小姐吗？妈，大喜的日子，您就少说几句吧。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才刚升了职，就有了媳妇忘了娘是吧？听说这李副总的未婚妻是孤儿，连彩礼都不要。没娘家没靠山，这往后在婆家的日子可不少受气。准婆婆一直嫌弃我没有家世，可这么多年我都自己养活自己，从不觉得比谁低一等。只是遗憾，婚礼不能邀请我的亲生父母。苏女士，您之前委托我的寻亲一案有结果了，您失散20年的亲生父母已经找到了，他们正在赶过来找您。我的父母，切，偏偏挑我哥升职后找上门，别是想来占便宜的。傻丫头，你看短剧里失散多年被认回的都是豪门啊、首富啊，最素就是大老板。等攀上个有钱亲家，还能狠狠捞一笔呢。妈，你说的对。我的女儿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妈，豪车10辆，滨江别墅5座，贺礼8000万。咱们找了女儿整整20年，今天是她的订婚宴，可不能失了排场。妈，你看这两人穿的这么寒酸，一看就是底层人。穷就穷了，还看着病殃殃的，真晦气，也好意思来参加我们李家的订婚宴。我已经下令收购女儿要嫁的那个男人李磊的公司，升他做副总。但毕竟多年不见，我们对女儿的品性尚不了解，更要试探一下李家人的本心，看看他们是否有能力接手苏氏集团。孩子，我和你爸早年四处寻你，落下了一身病，但只要能找到你，一切都值得。你愿意认我们这样的父母吗？妈，哼，摊上这么个拖油瓶亲家，我儿子当上了副总又怎么样？这以后可是个无底洞。嫂子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现在你认了这对穷鬼爸妈，以后他们治病养老都要你来照顾。就你这条件，真不怕我哥当道悔婚？你说句话。我妈说的有道理啊，婉婉，你爸妈和你都20年没见了，本来就没有感情，我要是你可不认。女儿，可千万不要让我和你妈失望了。两个病鬼，看我儿子升职了，就想来吸我们李家的血，算盘打得真响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你个丧门星，想让我儿子掏钱给2个来路不明的老头老太治病，真把我们李家当冤大头了！妈，你别说了。你个怂货，怕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等你当上高管后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还看得上她？哥，妈说的没错，你马上就是集团副总了，往后前途大好，可不能被这对病秧子拖累。婉婉，你就听我妈的话吧，不然今天这婚咱们就结不成了。难怪一直不来认亲，原来就是2个大累赘。李家马上要飞黄腾达了，换我也不认这门穷亲戚。妈，我们才刚见面，你就把这些单子都塞给我，确实有点不妥。你，喂，你好。刘助理，即刻撤销李亮的副总任命，原本准备过户给苏婉的股权、房产全数冻结。收到，董事长。即刻终止流程，统一销毁文件。我们找了女儿整整20年，却终究抵不过世态炎凉。识相点就赶紧走，大喜的日子跑上门2个老弱病残，真晦气。我们走吧。爸妈，这些病历都太老旧了，我完全看不懂。但是没关系，刚才我已经电话预约了3甲医院的全身体检，
明天我就带你们去做检查。差点就错怪闺女了，没想到她这么孝顺。爸妈，你们身体这么不好，这些年一定很辛苦吧？能再见到你，再苦再累都值得。往后有爸妈在，再也不会让你吃苦了。20年，咱们一家人总算团聚了。爸妈，今天是我和李磊的大喜日子，你们也快点入座。刘助理，暂缓终止程序，继续观察。是，董事长。我们姑娘是个好姑娘，可惜眼光。这家人趋炎附势，目光短浅，他们根本配不上咱们婉婉。看在女儿的面子上，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。若他们愿意安安分分与我们结为亲家，对婉婉好，我便公开身份，宣布将那个李磊当作继承人培养。如若不然，我叫他们后悔终生。妈，这是妈专门给你的见面礼。妈，这太贵重了。都是小玩意儿，我还给未来的亲家也准备了一份，等你们婚礼的那一天，我再拿出来。糟了，我的玉镯不见了，刚才还戴在手上呢。怎么回事？妈，我刚刚就看见他们凑在你身边，一定是那个女人偷了你的镯子。我爸妈为人光明磊落，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。人赃并获还想狡辩？就你爸妈那穷酸样，能拿得出什么像样的见面礼？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个镯子是你们的吗？我儿子今天升职，我们李家就要飞黄腾达了。你们这时候冒出来，摆明了贪图我孩子，贪图我家的钱财，现在还想偷我镯子给你女儿，你一派胡言！你这个毒妇，你还敢出现在这里！好啊，就因为你们偷东西，现在镯子碎了，赔钱！污蔑，你纯属污蔑！婉婉，我刚升副总，正是关键期。今天全场都是我领导和同事，这事闹大了，我的前途就毁了。你赶紧让你爸妈赔钱了事，免得大家难看。这镯子一看就不是苏婉父母的，居然敢当众偷钱，换我是李家，可看不上这种亲家。苏婉这婚怕是悬了。摊上这种父母也是倒霉。爸妈，这镯子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你们和我说实话。关键时刻偏向婆家，连亲生父母都猜疑，终究是我们看错人了。我的女儿再也不是那个单纯善良的小女孩了。不必说了，镯子的市价多少，我照价赔付。既然他的心始终向着李家，我们的亲缘便就此作败了，从此分道扬镳。我这是正宗的冰种翡翠，市价1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井底之蛙，这可是价值1000万级的帝王绿老坑翡翠。我和爸妈家境普通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。既然你们一口咬定镯子是我妈偷的，那我只能报警查清真相，还请大家在执法人员来之前都不要走。你居然敢报警！婉婉，我妈没有别的意思，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有必要闹得这么僵吗？是非对错必须查清楚，还我妈一个清白。不就是个10万块的镯子，多大点事儿？你非要小题大做，是故意想搅黄我儿子的庆功宴吗？我哥现在可是集团高管，我们李家眼看就要跻上上流圈子了。嫂子，你的格局怎么还是这么小？苏婉，你快打电话给警察说你搞错了，别再无理取闹。哥，你看他，身为你的未婚妻，却完全不顾你的前途。今天这么多领导同事在场，他居然当众让你下不来台啊！今天你敢报警，这门亲事直接作废，这辈子你别想踏进我们李家大门！妈，您不是说怕弄丢才把镯子收起来的吗？怎么转头就忘了呢？
对，是我自己收起来的，害大家误会了。原来苏家根本没偷镯子，刚才被摔碎的那只真的是苏婉她妈妈的。冤枉好人，还摔了人家的东西，这家人也太不就碎了个镯子吗？看着就是水货，撑死1-2万块。我哥刚升任副总，我们李家现在身价倍增，哪里差这点钱？赔给他就是了。苏婉，既然我妈的镯子找到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吗？李磊，我爸妈平白被冤枉，你一句误会就算了。行了，彩礼我再给你1万块钱，就当补偿你妈那个碎掉的镯子。但前提是你现在马上要撤销报警，别无理取闹了。你也不想因为这点小事毁了我们的婚礼吗？误会解开就好，今天可是李总大喜的日子，快点开始庆功宴吧。是啊，恭喜李总高升，日后前途无量。我会去撤销报警的，但是李磊，你刚才的话太让我失望。我儿子如今身份不一样了，有些人可别不知好歹，没事找事儿。既然是你们苏家的女儿求着要嫁给我儿子，这礼数就得做足。今天你和你爸妈跪下来向我磕头敬茶，我就让你进我们李家的门。董事长，李磊所在公司的收购文件已整理好，放在您的办公桌上，等您签字。让他们等着。什么？公司被苏氏集团收购的流程出了问题？那咱们这个庆功宴是不是白开了？苏婉，别再闹了，赶紧给我妈赔罪，不然今天谁都救不了你。婉婉，只要你拒绝这家人无理的要求，爸妈立刻带你离开这里。到时候你就是苏家大小姐，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希望你能守住本心，才有资格成为苏氏集团真正的继承人。既然想做我李家的媳妇，就得懂规矩，识礼数，别磨磨蹭蹭了。女儿，你可千万别让我们失望啊！请上一壶上好的茶水。为了外人的认可，宁愿委屈父母，委屈自己罢了。是我们高估了他的骨气了。早这样懂事不就好了？我就知道你这种女人为了嫁进我们李家，早晚得低头。说苏先生、苏太，你们就赶紧带着女儿给未来亲家敬杯茶吧。要是真搅黄了庆功宴，被李家扫地出门，你们哭都来不及。麻利点儿，我们李家可不要揽媳妇儿。在他心里，婆家的面子终究比亲生父母的尊严重要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是我们高估了这份亲情。爸妈，我们失散多年，今天终于能够相认，认亲之礼不能少。这杯茶，我敬你们。今日对我而言，不是订婚宴，是与爸妈的认亲的日子。好你个苏婉，今天是我儿子的大喜日子，你竟敢当众忤逆长辈，不给你点教训是不会长记性的。苏婉，快给我妈道歉！你们不是要认亲要敬茶吗？我亲自给你们倒，好好喝！你个疯婆子，欺人太甚！呸！有我在，苏婉这辈子都别想踏进我李家大门，我死都不认她这个儿媳！老头子，哥，你看他这个残废爸，没准还有传染病，多恶心啊！两个病殃殃的老东西，真不想拖累你们女儿，就早点自我了断，省得害人。去侮辱我的爸妈！苏婉，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？我闹？真正无理取闹的人到底是谁？我从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懦弱，纵容你家人欺辱我和我的父母？这个苏婉真是蠢到家了，为了一对穷鬼父母，把未来婆家都得罪了。好好的庆功宴被他弄得乌烟瘴气，难怪公司陷入风波。李总之后的副总位置要是坐不稳，肯定是被这个扫把星害的。苏婉，我最后警告你，今天你如果非要认亲，不顾我的颜面，我们的婚约就此作废。我今天一定要认亲，谁也阻拦不了。当初是我哥可怜你无依无靠，父母双亡才愿意娶你，你居然敢当众悔婚，真是忘恩负义，反了天了！要不是当初看你不要彩礼，我怎么可能同意这门婚事？儿子，悔婚就悔婚，谁怕谁？等你当上副总了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我知道自己无依无靠，所以对你们一直处处忍让，哪怕你们今天一直刁难欺辱我和我的父母，我都一再隐忍，不想撕破脸。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诅咒我的爸妈！苏婉，居然要为了两个20年没养过你的人把我甩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没错，我们是20多年没见，可我一直记得小的时候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是爸妈把最后半碗稀饭留给了我。爸妈，你们吃。晚晚吃，妈妈不饿。我们女儿可要快快长大。当年他们宁愿自己挨饿受苦，也要把仅有的温暖和吃食都留给我。这份血脉恩情，我绝不辜负。如果嫁给你的前提是践踏我的自尊，委屈我的父母，这婚不结也罢。原来苏婉的父母对她这么好，人家孝顺父母也没错，
李家人确实太过强势刻薄了。你们李家今日的羞辱，我一一记下。从现在起，不是你们李家不要我，是我苏婉要与你们一刀两断，婚约作废。从现在起，婚约作废，我要和你们李家一刀两断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给脸不要脸，那就退婚啊！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先后悔。现在立刻回去把你所有东西全部收拾干净，滚出我家！董事长，我们已经调取了李磊全部的资质审验，查实其存在大量不良贷款、财务失信等负面记录，完全不符合任职标准，可即刻撤销其副总调令。算你识相，我儿子马上就要当上副总了，以后前途无量。现在主动离开，总比日后被我们赶走体面。不过念在你曾经伺候过我儿子一场，这以后给我们家当个佣人也不是不行。你做梦！苏婉，你等着，有你哭着求我们的那一天。放着副总未婚妻的身份不要，纯属自毁前程。你看他家那个条件，那2个拖油瓶父母得罪了李家，早晚要为今天的任性买单。我苏婉人穷志不短，我的父母我自己会照顾，不劳各位费心。爸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平白卷入这场风波，跟着我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傻孩子，你没有错，是你挺身而出保护了我们。今日李家仗势欺人，对我们百般羞辱，迟早会为这份傲慢付出代价。爸妈，你们就在这儿安心等着，等我上楼收拾完行李，很快就下来。婉婉，这个你收好，务必等办完所有退婚手续再拆开。这是……你只要记住，必须先断绝与李家的所有协议约定，和他们一刀两断后，才能打开这个信封。之前刘助理调查李磊时，发现他哄骗婉婉签下了婚前协议，想把婉婉名下的所有个人资金收入都尽归他所有。所以我们只能等婚前协议解除后，才能向女儿坦白我们的真实身份，把属于她的一切归还给她。景琛，还是你有心，亲自带人来一趟。干妈，今天是接小妹回家的日子，我这个做兄长的理应到场。另外，李磊的副总职位我已经撤销，并将其开除出集团关联公司，正在走流程，10分钟内生效。你做事稳妥利落，集团有你打理，我很放心。干爹，我身为苏家养子，守护苏氏，等候小妹归来，本就是我的分内之事。恭喜李总正式就任副总，年纪轻轻就如此成就，未来绝对平步青云。听说李总刚刚恢复单身，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能陪在李总的身边。谁不知道陈月一直是李总的女神，如今李总事业登顶，简直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小月，我暗恋了你这么多年，要不是之前你对我的追求无动于衷，我怎么会自降身价和那种丑女结婚？哟，东西收拾好了，你怎么还杵在这儿？该不会是想求我复合吧？以我儿子的身价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如今是风光无限，家人相伴，有些人怎么这么臭不要脸？站在这里不觉得丢人吗？现在想求我哥回头，做梦去！你们少自作多情了，我不过是等你们回来，销毁之前签的婚前协议，把我和你的财产分割清楚。苏安，你太可笑了！你名下除了信用卡欠款，还有什么财产？也配和我谈分割？哦，差点忘了。现在还得加上你爸妈的医药费，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可不想以后还得补你爸妈这个无底洞。现在起，协议就此作废，我们两清了，警告你不许再纠缠我。集团来电通知，李磊的副总职务已正式撤销。另外，苏氏集团名下的千亿资产已完成80%的柜记，很快就能全部完成。好，现在就等着婉婉拆开那个信封。李总，这种要身材没身材、要脑子没脑子的女人，你之前到底看上她哪里呀？现在我多看她一眼都嫌晦气。东西都收拾完了，警告你，我们李家一针一线都不许带走。把箱子打开，我要检查。你们家的东西白送我都不要。我早就说过我没拿任何东西，谁知道呢？你现在可是带着2个病秧子的爸妈，穷疯了什么干不出来？来，写个保证，以后不许拿你爸妈的病来找我，不许纠缠我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财产关联。李磊，从这一刻起，和你再无婚约、财产、债务牵扯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以后不准再对我儿子死缠烂打。我儿子可是马上要升副总的人了。李总，您的前未婚妻还挺有骨气的。她呀，就是故意装样子，心里指不定还盘算着接近我哥。哥，你可千万别心软。可以滚了。这份凭证我会保存好，也希望你能遵守上面的条款。
别来纠缠我。哼，你吓唬谁呢？你身上最值钱的就是我买给你的订婚戒指，差点忘了它，还你。装什么清高？小月，这个就当做我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。第一次就送人家戒指啊？那李总打算什么时候娶我进门？这种普通的镀银戒指我劝你少戴，不仅毫无价值，戴久了还会损伤身体。你说谁的戒指是镀银的？李磊，你是不是忘了我在珠宝店当过经理？这种货色一眼就能辨得真假。要不是当初为了你面子没有点破，你以为我会一直把它戴在手上？原来是个 A 货，你也好意思送给我当礼物？别生气，是我一时疏忽，回头我就给你去买真金白银的首饰，绝不让你委屈。哼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等着。你可是我的女神啊，跟那些一辈子只被戴假货的可不一样。李磊，没想到你这么无耻，才解除婚约就当着我的面和别的女人勾肩搭背，我今天才算是认清你了。等等，他包里鼓鼓囊囊的，不会是偷了我的首饰吧？你敢碰我一下，我就报警！报警？我看你是心虚了吧。今天不把包打开，你别想走。苏婉，别装清高了，打开给大家看看，不就完了？好，反正我问心无愧。这不会是借条吧？说不定啊，都是手术欠费单。哎呦，真晦气！不许碰，这是我妈给我的。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必须先断绝与李家的所有协议约定，才能打开这个信封。苏氏集团继承专务已激活，第一笔生活备用10亿元已到账。可是这个银行标志，我在我们公司的高端客户页面见过。不过苏婉要真有10个亿，怎么可能还会在这里？就是，他什么底细我不知道。我的爸妈不是普通人吗？怎么会和苏氏集团有关？别演了，苏婉，你可真是有心机，以为弄个假短信就是富家千金了，就能让我后悔和你解除婚约？我没有让你后悔的兴趣。这是和你们无关。啊，你等等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你爸妈和苏氏集团有关？你故意瞒着我？李磊，10分钟前是你当众说要和我两清，保证书现在还在我的包里，如今又来追问我这些，我没有义务回答你。婉婉，先前是阿姨说话冲了点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咱们有事好好商量。拦住他！啊！想走门儿都没有！你现在是傍上豪门了，拍拍屁股就想撇下我们，今天必须把话讲清楚。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你想跑去哪里？李磊，我们已经解除婚约了，你失忆了吗？退婚了又怎么样？我儿子让你住在家里，吃我们的用我们的，就算退了婚，你欠我们李家的也还不清。那些文件看着就不对劲儿，别是打着苏氏集团的幌子骗人。他说的这些都空口无凭，不如搜搜他的身，免得所有人都被蒙骗了。苏婉，你现在说清楚还来得及，跟我认个错，我还能给你留点体面。你们私自搜身是违法的。装什么？你心里没鬼？为什么不敢让我们检查？小妹，我来迟了。谁敢再动他一下，手别想要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爸妈收养的孩子，我叫苏景琛，是你的养兄。短信和信件里的内容全都是真的吗？我爸妈真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？你受伤了，疼不疼？我没事。敢欺负苏家大小姐，你们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你算哪根葱？轮得到你来插手我们的事？我的身份，你还不配知道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苏婉刚退婚，身边就冒出个男人，肯定是在跟我儿子订婚前就乱搞男女关系。我儿子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差点就娶了这个破鞋。听说这李家儿子在订婚宴上被女方悔婚，
难不成真的另有隐情？这个苏婉刚解除婚约，就当众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，未免也太不要脸了。家人们，快来吃瓜！就是这个女人，为了身边这个小白脸，把刚当上副总的未婚夫给踹了，现在还带着小白脸登堂入室，简直蠢到家了。苏婉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攀上这个男人了？李磊，你真可悲。当众捏造谣言，恶意诋毁他人，已经触犯法律。现场所有传播视频，我方法务都会跟进追责。散播不实言论的账号与个人，全部依法处理。保留大小姐受辱过程的全部监控录像与证词。立刻彻查李磊及其亲友的所有资金往来信息。是。婉婉别怕，大哥来接你回家了。爸，您的腿不是瘫痪了吗？我故意伪装成残疾人的模样，就是想看看，在旁人排挤嫌弃我们时，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。好孩子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始终选择守护我们，爸妈对你很欣慰。你不是残废吗？让你失望了，我身体硬朗得很。你们真的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？爸妈，您这保密工作也做得太好了吧？订婚宴上，你不是还嫌我们两个是老弱病残吗？怎么转眼就叫上爸了？李副总，我可受不起。婉婉，妈刚才说话难听了点儿，但那都是为你好啊。婆婆教训儿媳妇，天经地义。你不是我婆婆。以前不是，以后可以是啊！真没眼看啊！刚才还在合起伙来欺负媳妇儿，现在知道人是千金了，就开始表演变脸了。可惜呀，是热脸贴冷屁股，差点就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了。董事长，李磊副总任命撤销流程已经生效，李磊的副总职位已正式撤销，其所在公司也已被苏氏收购，劳动合同同步解除。解除合同？撤销副总？不可能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你升职不过是我给我女儿的订婚礼物，如今婚约作废，这份礼物自然要收回。你还真当以你的能力能当上副总？大家快来看，公司出告示了！经审查，李磊存在资质造假、隐瞒负债等职场不当行为，现即刻撤销其副总任命，并解除僚际关系。这是什么？资质造假？我没有，是谁造谣我？你学历造假，隐瞒多平台贷款信息，证据完整。这都是私人问题，和我的个人能力无关，你们不能因此就辞退我。我就说李磊平时能力这么差，怎么会提拔你当副总？呸，人品都不过关，难怪会被苏家扫地出门。李磊，你之前还欠我钱，别人都去还网贷了吧？赶紧还钱！原来是个负债累累的骗子，想拿这种垃圾玩意儿来讨老娘的欢心，让我做你女朋友，简直痴心妄想。我之前就觉得李磊人品不行，还是苏小姐识人通透。不行啊，我儿子好不容易当上副总，怎么能说没就没？婉婉，阿姨知道错了，刚才都是我一时糊涂。你敢再靠近他半步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婉婉，刚才都是李磊不懂事儿，小两口吵架，床头吵床尾和。你看你们之前感情多好啊呢，咱们赶紧回去继续把婚礼办了。婉婉，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们早已两清，不需要我再提醒你遍了。婉婉，我一直爱你。你爱我，所以污蔑我爸妈偷了你们家的镯子；你爱我，所以你能看着你妈往我头上泼热茶；你爱我，所以当众和别的女人一起贬低我。李磊，你太可笑了！是我想搓磨一下你的性子才这么做的。婉婉，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好不好？婉婉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只是太听我妈的话了。我心里一直有你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李磊，你真让我恶心。我的天，这排场真是豪门的派头啊！李家真是把财神爷赶出门了。我
我的命好苦啊！好好的千金大小姐儿媳妇被这个没用的儿子气跑了。妈，你别再拱火了，刚才就属你对苏婉最过分。闭嘴！要不是你自己没本事，我好好的儿媳妇能甩了你？嫂子不，苏小姐，之前都是我不懂事，你就帮帮我们家吧，我们贷款还欠着80多万呢。说到底，我哥当初借这么多钱也是为了能和你结婚，给你一个好环境啊！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冷漠？你们一家人扪心自问，你哥的钱有一分花到我身上过吗？反倒是我，常年用自己的工资补贴你们一家开销。李磊，我没说错吧？一家人不就是应该互帮互助吗？你现在那么有钱，80万对你来说就是一顿饭钱，你账户里可是躺着10亿备用金呢。我有钱，不代表我要替恶人买单。你快去哄哄他呀，他以前不是最听你的话吗？婉婉，只要你帮我恢复职位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苏总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可以重新追回婉婉。我早就说过，你这种人配不上我女儿。通知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苏氏关联的企业永久拒绝李家的人任职。明白。苏婉，你会后悔的。上哪还能找到我这么好的男人？你就是嫌我穷，想回去过你的大小姐日子，才给我退婚。你这个败妓女！爸妈，文件和短信里的内容都是真的。你们真的是苏氏集团的董事长？没错，我们之所以伪装成这样去参加订婚宴，一来是想考验你的本心，二来也是想看清李家一家人的品性。如今真相大白，他们贪慕虚荣，咎由自取，才会错失了所有机会。我曾经多次希望我的亲生父母能出现，哪怕他们一贫如洗，没权没势，只要能让我见一面我就满足。可当这一切真发生时，却像在做梦。妈，我好害怕这不是真的。我还是不敢相信，我居然是苏氏集团的千金。婉婉，别怕，现在你已经回家了。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有爸妈和我在，往后没人再敢欺负你了。只是轻微的擦伤，不严重，但你今晚情绪波动太大，我们先去私人医院做个全面检查。我都听大哥的安排。这个李磊不止品性差，还一直借着你的名义四处借贷。从前我都是一个人，太过渴望温暖，错把虚情假意当成真心。现在想想，当时的我真是太蠢了。小妹，你受的所有委屈，大哥都会一一帮你讨回公道。小心，小心些。来，婉婉，我一步步教你查看这些资料。我原本以为今天被李家退婚，又一次没有了家，没想到峰回路转，恭迎大小姐回家，居然回到了属于自己真正的家。这些照片，这些年妈妈一直在找你，你用过的那些东西一件都没舍得丢。来，婉婉，妈给你带上，能保你一辈子平安。婉婉，这20年亏欠你的，往后我们慢慢弥补。我什么补偿都不要，只要一家人安稳相伴就够了。爸，明日苏氏临时董事会几位旁支董事得知婉婉认祖归宗，手握继承权，心存质疑。他们提出让婉婉全盘接管刚收购的永东科技，要靠实际证明她的能力，否则就不认可她继承人的身份。看来有些人是等不及了。你们看，就是他得罪了苏家的大小姐，丢了好不容易到来的副总职位，真是自作自受。前段时间那么嚣张跋扈，天天摆副总架子，如今都被开除了，还好意思来公司？你还敢来公司？就因为你，公司得罪了苏氏集团，项目叫停，损失惨重。老板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只要您恢复我的职位，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挽回苏氏合作，扭转局面。别废话了，苏氏集团已经发话了，公司绝不会再留你，赶紧离开。老板，苏氏集团的刘特助来了。苏氏现已全资并购永东科技，所有高层人士全部由苏氏总部任命。这位李先生，你的副总任命彻底作废，劳动合同也已经终止了，你不再是永东科技的员工，请你立即离开。当初苏氏高管亲口许诺我升职副总，你们不能单方面毁账。区区一个基层副职而已，你也敢质疑苏氏的决策，高估自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笑话。就你这种货色，也敢顶撞刘特助的话，刘特助一句话就能让你被整个行业封杀？不可能，苏婉他不会这么对我的，不可能！
集团董事会即日将会调任一位新总监，全权接管本公司。后续全员重新竞聘扩招新人，一切听从新总监的调度。老板，看来这位新总监来头不小，手握苏氏的核心实权。他空降我们公司，肯定是为了做出硬核业绩站稳脚跟，稳固自己在苏氏董事会的话语权。老板，那我们之前的那些事儿……嘘，小点声。儿子，你们老板收了你的礼没？是不是让你继续当副总？现在我老婆没了，副总的职位也没了，全都怪你！要不是你一次次刁难苏婉，我怎么会落到被公司开除的田地？你怎么能怪我？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。要怪就怪苏婉不念旧情，你看看你挑了个什么样的女人！妈，别说了！你这个没良心的不孝子！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出了事就只会怪自己老娘。糟了，之前我为了整容借了网贷，催款短信又发来了，要是再不还钱，他们就要找上门了。哥，别吵了，赶紧去找苏婉求情，她现在身家亿万，随手帮我们一把就能还清所有欠款。没错，你去求求她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她肯定不会坐视不管。对了，我之前怕苏婉背着你乱搞，特意在你们房间装了摄像头，拍到了不少她的私密照片和视频。妈，你拍这些东西是违法的。怎么？妈就帮你把把关，验验未来媳妇儿的人品怎么了？免得娶回来个心思不正的女人，我有错吗？只要能够巴结上这个 Sylvia，重回副总位置不是难事。到时候不仅能夺回我失去的一切，还能让苏婉跪下来向我道歉。行，就按你们说的办。哥，你就拿着这些视频去威胁她，她现在可是苏氏集团的大小姐，有钱人不都最在乎名声了，肯定会妥协。大小姐，李磊拖了3个中间人，费尽心思递交竞聘简历，一心想要复职。前脚刚被苏氏除名，后脚就想来巴结空降的总监，倒是会找路子。只是可惜他不知道这个 Sylvia 是你。让他进入面试。大小姐，您真要面试他？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掌握了什么内幕资料。张哥，您只要帮我把简历混进候选名单就行。听说那个 Sylvia 权力很大，连人事部门的决定都能直接否决，只要他点头，我就能重新回公司。怎么样，能成吗？ Sylvia 只管分公司的业务，苏氏总部肯定不会知道。只要抱紧这条大腿，到时候我就能稳住公司人脉，重回管理层。苏婉害我丢了工作，差点身败名裂，我一定让她后悔终生。哥，到时候你可得让他跪下来求你原谅。李磊，我本打算放过你，不再计较过往恩怨，这可是你主动送上门的。婉婉，你想怎么做，大哥都给你兜底。我给自己取了 Sylvia 这个英文名，它的寓意是森林女王。以前的我只会一味躲藏退让，可现在我希望自己能变得足够勇敢，配得上这个名字。我从来都相信你一定能做到，无论何时，我都会守在你身后，做你最坚实的后盾。我不再一味妥协退让，要靠自己站稳脚跟，做独当一面的苏氏继承人。我想拿到苏氏继承权，收服董事会的一众旁支，那就先拿他开刀吧。是，大小姐，我这就安排。这些东西真能拿捏苏婉吗？她现在可是苏家千金，有钱人最宝贵名声了，最怕这种桃色视频。这东西我要拿给女总监，她不是想找机会拿捏住苏氏集团吗？到时候可少不了我的帮助。我儿子就是聪明。接到消息，带好苏氏内部相关资料来总部会议室面谈。成了 ，Sylvia 同意见我。哥，这女总监是不是看上你了？那可说不准。论外形、能力、人情手段，我样样都不差。拿捏一个半老徐娘的女总监，轻轻松松。苏家以为撤掉我的副总职位，我就完了。等我攀上 Sylvia， 照样能回到高位。到时候，我要让苏婉亲眼看着我重回风光的样子。你好，我母亲和妹妹慕名想来参观总部的环境，麻烦通融一下。二位家属在此等候即可。李先生，请把随身文件交由我转交总监。麻烦您替我跟 Sylvia 说，她要的东西我都带来了，还有能证明我个人能力的项目企划书。搞这么神秘，别是个丑八怪吧？总监说，你的合作方案可以深入洽谈。妈，等我在这里重新站稳脚跟，回头就让苏婉好看。她不是仗着自己是千金吗？我要让她知道，她错过了一个多么优秀的男人。让他哭去吧。那是我生的儿子，必是人中龙凤。请跟我来。
永东科技这个项目以前就是我主导的，我对成本、客户、流程都很熟。Sylvia， 我敢保证，只要您给我机会，我一定能帮您搭好团队，做大业绩。听说你之前被开除是因为品行问题，那全是蓄意针对。你也知道苏氏刚认回的那位大小姐，她以前是我的未婚妻，仗着家里有俩臭钱嚣张跋扈，故意针对我们这种没家室的人。哦，她怎么针对你？她以前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孤女，后来突然被苏家董事长认回，就开始和我翻脸。你要是想在集团站稳脚跟，这种根基浅的继承人小姐就是最好的踏脚石。说下去，只要我这边放出实锤，把她的名声搞臭，苏家这种豪门最重门面一定会舍弃她。之后少了这位继承人的制衡，您就能独掌分公司大权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你手上有他见不得人的把柄。那是，我是他未婚夫，那些见不得光的小视频、小照片我当然有了。只要您能恢复我的副总职位，我就交出所有的视频，我们一起联手毁掉他，这样既能帮您扫清集团阻碍，我也能翻身。这女人嘛，名声一臭就什么都没了。有意思，明天把你那些所谓的实锤全部带来。总监放心，明明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怎么还敢回来？听说他可是得罪了苏氏大小姐。我今天专门过来，就是要让所有嘲讽过我儿子的人都看看，我的儿子是怎么重回高层，把那些人的脸都打肿。今天 Sylvia 总监亲自约我谈入职相关事宜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重回管理层。各位以后想要站稳脚跟，最好掂量清楚该巴结谁。我儿子如今可是女总监眼前的红人，地位不比从前低，往后在这里可不是你们这些普通员工能得罪的。李磊，你也太不要脸，难道你忘了在职期间你只做成了一个项目，就连唯一的那个项目企划案都是你未婚妻熬夜帮你写的，从头到尾你就只会坐享其成。你胡说八道，你就是嫉妒我儿子要飞黄腾达了，我撕烂你的嘴。李磊先生，请来总监的会议室详聊。儿子，别理这些嚼舌根的，赶紧去见总监。Sylvia， 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怎么是你？那个新来的女总监呢？哇，是那天那个大帅哥。Sylvia 很快就到，三位先坐。苏总，我今天是专程来跟 Sylvia 谈合作的。您虽然是苏家的养子，也犯不着摆这么大的架子吧？李先生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。说到底，你现在再有权有势，也不过是暂时替苏家打工卖命的。如今苏婉回来了，苏家的产业更不会分你半分。我儿子可就不一样了，他深得新总监的赏识，马上就能重回公司高层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苏先生，你讨好苏婉有什么用？她一个刚被找回来的大小姐，自己都自顾不暇，能帮你什么？不过是运气好被苏家认回，她以前是我未婚妻，事事都要看我的脸色。这种二手货根本配不上你这种精英。苏总，你看我妹妹，她是正经本科大学生，各方面条件都好，你们俩郎才女貌，多般配。苏总，苏总，我女儿可是全日制的大学生，哪像苏婉，普通专科毕业，还没毕业就跑去珠宝店打零工，没出息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她还是个小经理，跟梦瑶这种清清白白的大学生可没法比。等我哥搭上 Sylvia 这辆便车，站稳脚跟，到时整个苏氏集团都能见证我哥的能力和才华。苏婉还要后悔求我哥原谅呢。更何况论长相、气质，我哪一点比不过那个土里土气的苏婉了？你的鼻子歪斜僵硬，应该是碰到了无良的医美机构。苏总，需要我去催一下Sylvia 吗？不必了，既然李副总有如此弹性，不妨一次性把话说完。我儿子可是211毕业，要能力有能力，要脑子有脑子。苏婉以前能嫁进我们李家，那是她祖坟冒青烟，是她高攀了我们，可不是嘛？不过认回豪门亲爹妈而已，就敢目中无人了。想当初她在我们家洗衣做饭，事事都得看人脸色，我妈说她半句都不敢回嘴，那卑微的样子真是没眼看。
这位就是新总监吧？哎呦，不愧是职场女强人，我们可得帮你哥把把关，量量他的盆骨，看他能不能生养，配不配得上我儿子。之前那个苏婉太瘦弱了，一看就生不出孩子。我的屁股啊！四位啊，您见谅，我妈不懂规矩，无心冒犯您。直说吧。我早就防着苏婉在我儿子在家的时候不安分，在他们的婚房装了摄像头，他白天晚上干的所有事儿，我们全都有高清视频。还有他以前在我家当牛做马的模样，只要把视频全网散播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他的千金小姐人设都是假的，不过是个倒贴我们家的丫鬟。没想到苏家的大小姐以前这么卑微，真心疼她。这李家一家人也太歹毒了。私装摄像头偷拍自己儿媳妇的隐私，你们居然毫无愧疚，还觉得自己有理。那房子是我儿子的，他想当我们李家的媳妇儿，本来就该接受我的考验，还扯什么隐私不隐私的，真是矫情。只要您愿意录用我，重新恢复我的职位，我立刻上交全部原视频，云端备份。您不是一直想在董事会站稳脚跟吗？苏婉这个继承人挡了您的路，我能帮您彻底毁掉他，永绝后患。这下人证物证都有了，调取走廊监控，整理全部证据，备好起诉材料。明白，苏总。要我说，苏婉天生就是贱命，就算认回了豪门又怎样？骨子里还是那个被我儿子玩腻了就甩的女人。可不是嘛，当初她恨不得不要彩礼也要嫁进我们李家，真是小姐身子丫鬟命。Sylvia， 这个就是能扳倒苏婉，让你在董事会上站稳脚跟的全部筹码。你还没说你想要什么。第一，恢复我的副总职位；第二，让我进入公司的重组核心项目组；第三，开除所有嘲讽过我的那些人，再让他们当众给我道歉。恢复副总的职位哪够啊？我儿子手里捏着苏氏继承人的大把柄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劳，怎么也得给个总裁的位置才行。还有我的美容贷，也就180万。等我重新坐上高位，我要让苏婉跪在我面前，亲自来给我道歉。她不是喜欢摆千金架子吗？我就要她低头求我复合。你还想和她复合？你不知道，她以前爱我爱得死心塌地，等这视频传出去，她的名声就彻底臭了。这女人嘛，一旦名声坏了，就算是千金小姐也变成了赔钱货。到时候只要我一句话，她就得回来求我复合。想复合就得守规矩，让她跪着敬茶认错，再把苏氏1半的股份送给我儿子，才能让他重新回李家。Sylvia， 您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？苏婉，怎么会是你？我就是你们拼命想巴结的女总监 Sylvia， 是我现在的英文名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们刚才都做了什么？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是 Sylvia？ 你的求职简历是我通过的，你抹黑我、算计我的每一句话，全都录在这里。而你居然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，真不知道该庆幸你的愚蠢，还是感到恶心。大小姐，所有证据完整备份，李家人持私密视频意图对您敲诈，外加李磊之前递交的项目方案，实际是由大小姐您执笔完成。婉婉，我刚才说的所有狠话全是在试探新总监，我从来没想过真的要这样对你。李磊，我真不知道以前怎么会看上你这样愚蠢、自私、贪婪成性的男人。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你在我家白吃白住这么久，我们好歹也算养活你，你竟然这么耍我们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在我家吃住这么多年，花我们家钱住我们家房子，拍几段视频而已，我们删了不就行了？至于赶尽杀绝吗？这句话也是教唆的证据。婉婉，我们差点就是夫妻了，有过那么多情分，你再原谅我这一次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求求你了。私自偷拍他人私密视频，简直太恶心了！拿着偷拍视频想要陷害苏大小姐，为了升职兼职毫无底线。一家人白眼狼，大小姐当初真心对待他们，反倒被全家算计，李家一家都不是东西。婉婉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。通知法务和警方，
李磊侵犯隐私、敲诈勒索、冒领我的项目成果，全部立案追责。王桂香、李梦瑶涉嫌教唆、偷拍与传播，同步追责。是，大小姐，涉案证据全部移交，警方已受理立案。另外，李磊盗用他人项目成果，即日起追回所有薪资、直接福利等全部不当收益。苏婉，你非要把我逼死吗？是你们一家人贪心不足，自寻死路，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。这些年，我替你写方案，替你还贷款，你却踩着我的心血升职，转头就来逼我退婚，造谣我父母，现在又想用视频敲诈我。说到底，你现在也没什么实际损失，咱们当初差点就是一家人，你至于揪着不放，非要起诉我们？心眼怎么这么歹毒？从你们把摄像头装进房间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。通知律师，递交起诉告知书，列明李家敲诈勒索、非法偷拍、侵犯隐私、恶意诽谤、非法取证全部4项罪名一并追责。再碰他一下，罪名再加1条，告你寻衅滋事。疼吗？哥，你不用每次都挡在我前面的。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可以是小孩子。从今往后有我在，没人能再随便欺负你半分。大哥，谢谢你总是处处护着我，无论我遇到什么麻烦。你是苏家的女儿，护你周全，本就是我作为大哥的责任。仅仅只是责任吗？大小姐，刚刚收到消息，董事会那边已经炸开了锅，想推翻您的继承人资格。让他们尽管拿出证据，我手里有全套真实财务凭证，当场就能拆穿他们的伪造谎话。景琛，你也该回家了。18岁那年，你我父子相认，远红基本偌大的产业不能长期无主，你是时候回到陆家接手一切了。父亲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公开与您相认。苏家养育我20年，这份恩情我绝不能忘。现在我不能丢下苏氏的经营，让董事长和夫人独自承担。况且……什么？你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。他还没在苏氏站稳脚跟，我现在不能离开，我要用自己的力量护住他。妈，那些催债的人说今天再不还钱就上门抓我，我不想被抓走。你怎么还像个死人一样？赶紧想办法呀！当初是你们让我拿视频去威胁苏婉，现在警方传唤我，苏氏起诉我，全行业拉黑我，你们倒来问我怎么办？我也想知道该怎么办啊！哥，我是你亲妹妹啊，你不能不管我。这20多年我事事迁就你们，挣钱先填你们的窟窿，到最后我的工作、婚姻、前途全都被你们毁了。你敢跟我顶嘴？我是你妈！李梦瑶，赶紧出来还钱，别躲里面装死！你要去哪？我会主动去坦白，承担我该负的责任。你要把我们全都供出去，还有没有良心？这些年我事事以这个家为先，一味护着你们，妥协退让，才一步步坠入深渊。这次我不会再包庇任何人。啊！他们进来了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李磊、王桂香、李梦瑶，你们涉嫌敲诈勒索、非法偷拍，现在依法传唤。苏婉，我有话必须要跟你说。苏婉，让他把话说完。我知道我错得彻底，当初拿偷拍视频要挟你，虽然是我妈撺掇，但归根到底也是我自己心思不正，所有罪责我都认。婉婉，咱们两家以前好歹有婚约，请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一家。苏大小姐，我背上几10万的债，走投无路，一时糊涂才想出这个办法，我也是走投无路了。当初他们一家怎么对大小姐的？现在还好意思求情？做错事就要受罚，同情换不来公道。当初你们合伙想拿视频敲诈毁掉我的时候，可曾念过情分？有没有想过给我留一条生路？是非对错自有法律判定，该承担的罪责一样少不了。这里是法院，不是你们卖惨博取同情的地方。
婉，你心肠歹毒，你迟早会遭报应的。王董事手握集团老派系大把人脉，一直盯着继承权，这次正好借舆情发难打压大小姐。现在全网都在传苏氏继承人的花边绯闻，集团股价连续2日下跌，散户抛售，整个行业都在看我们笑话。祸根是李家私装摄像头意图敲诈，先触犯了法律，我只是正常起诉维权。大小姐，你说的对又如何？外界只会盯着苏氏千金的丑闻，集团几十年积攒的口碑全都跟着受损。恰恰相反，大众会看清，苏氏绝不纵容这种卑劣不法之徒，主动追责，反而能树立正向的企业形象。光靠几句说辞扭转不了舆论，舆论带来的股价损失可是实实在在的。舆论的负面影响，我会安排公关疏导，但在此之前，我还有更关键的内部问题需要向各位董事公示。自从我接手永东科技后，核查出多项虚假立项和灰色资金来源，如果放任运营，集团至少亏损3000万。我早已对接法务追回流失资金，及时止损控，是我作为总监的责任。我的女儿长大了。就算你解决了永东的窟窿，现在这点成果不足以证明你能执掌整个苏氏。我提议按照董事会要求增设考核期。好，那就以30天为限，完成永东的全面重组。若届时未能达标，我自愿放弃继承人资格。我身为苏氏集团的总经理，有责任担任大小姐的考核监督人，全程跟进项目，保证考核公允。大小姐这么有魄力，苏总经理也愿意担保，我自然没有异议。不如我们当场签署一个对赌协议，留证，也算给全体董事一个交代。婉婉，30天时间真的太短了。从前我习惯一味退让隐忍，所有人都觉得我软弱可欺。这一次，我想靠自己站稳脚。话是这样说，可是妈，我打算创立一个女性扶持基金会，为更多和我遇到相同情况的女生提供帮扶和法律援助。你想成立基金会是好事，但眼下考核要紧，不如等结束后再想这些。如今董事会一众元老处处针对我，论根基和经验，我确实比不上他们。搭建公益基金会，既能树立良好口碑，也能向外界证明我作为继承人独有的共情力与格局。你的想法很好，不过基金会的启动资金你要自行筹措，这也是对你继承人能力的一次考核。谢谢妈，你愿意支持我。遵照苏婉女士安排，集团正式成立星光归途女性扶持基金会。一是为遭遇隐私侵害的女性免费提供法律援助；2是开设技能培训，帮扶女性就业。我亲身经历过底层女性的痛苦与委屈，我设立基金会，正是希望为所有深陷困境的女性留一条退路，帮助她们自食其力。大小姐，我们核算了预算，所有物料叠加后，集团批下的公益预算缺口很大，按现有资金，基金启动会只能延期。我在对接几家公益机构洽谈合作，压缩开支，尽量按期召开。主会场更换，所有费用走元宏资本公益渠道，不走苏氏集团的账面。收到，全部安排妥当。你又去找集团公关部调配资源了？你做的事有意义，相关部门本就该全力配合。这位苏大小姐拿项目公款搞什么女性公益基金会，不就是为了博个好名声吗？说不准还捞了不少油水呢。别忘了她以前就是个市井小民，没好处，谁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？苏大小姐，能否赏脸与我跳一支舞？抱歉，王先生，我不会跳舞。哦，大小姐认回苏家前不过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土包子，哪懂这种优雅的交际舞呢？还请见谅。敢对大小姐不敬，你……苏总经理，难得舞会，陪我们跳支舞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不胜酒力，要辜负各位的好意了。山鸡硬装成凤凰，只会自取其辱。王公子，我的基金会从不分什么3、6、9等，倒是那些仗着父辈身份就欺辱他人的人，才是真正没教养的小家子气。你一个被捡回来的乡巴佬也配这么和我说话？王公子，上个月你利用董事会拨款私下报销公器私用的事，要不要我现在请监察部的同事上来？我认栽。不过苏大小姐，我可真是好心提醒，身为继承人，连最基础的交际舞都跳不好，这社交能力怕是过不了关吧？我来教你跳，放轻松，都交给我。苏总经理对外向来冷脸不近人，唯独对这位新来的大小姐处处迁就。他又不是苏家亲生儿子，哪会单纯只把她当妹妹？说不定早就动心了。不管我遇上什么麻烦，你永远第一时间护着我，仅仅只是因为我们是兄妹吗？大哥，倘若我不想只做你的妹妹，该怎么办？婉婉，
现在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，你眼下最重要的是完成继承人考核。可是我……董事会对你的攻击接连不断，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刻，绝不能让他们抓到画柄。等我们一起扫清了所有障碍，等一切风波平息后，如果你仍然愿意让我留在你身边，居然这么快舆论就扭转了，咱们集团的公关部也太高效了。是啊，全网都在夸赞大小姐维权果敢，有女性担当，造谣的账号都被平台封了。小姐，我刚核对全网数据，不光负面全部清理，各大媒体自发推送你成立女性扶持基金会的企划，网上咱们的口碑直接逆转了。怎么了，大小姐？这不是好事吗？这么大的舆情风波，单靠集团公关部居然这么快就全方位扭转舆论，实在太反常了。李家3人的庭审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李磊因敲诈勒索与偷拍侵权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。黄桂香作为主谋获实刑，李梦瑶参与诽谤，判处缓刑1年。我原以为听到这个结果会很解气，那现在呢？真等到这一天，我才发现自己内心竟毫无波澜。李家，从今往后都与我再无相关了。过往的阴霾彻底散去，属于你的人生现在才开启。大小姐，永东科技的合作方林总找您，请他进来。苏大小姐，我听说您刚接手永东科技的项目，恕我直言，我们可不想把全年的订单交给一位刚认回来的千金来练手。您可以不相信我，我们拿真实数据说话。原团队报价虚高12%，交付周期多20天。我给您的新版方案，成本更低，违约赔付更高。这些数据你怎么拿到的？从前我熬夜替李磊完善这些项目底稿，本以为一番苦心尽是成全他人，如今倒是派上了用场。苏小姐，刚才是我以貌取人，希望我们接下来合作愉快。这位合作商可是出了名的软硬不吃，以前老板亲自上场都谈不拢，没想到大小姐这么快就搞定了。靠自己争取来的成果是什么感觉？原来凭自己能力拿下的成果，会有种完全属于我的踏实感。大小姐真把订单拿下了？那还有假？眼看合作方就要撤资，大小姐竟连夜重做方案，直接逆转了局面。王董，您之前答应我的，只要我搅黄苏婉的继承人考核，就能顶替李磊的位置进核心项目。你只需要暗中切断他所有上游供应商资源，其余不用你操心。事成之后，你就是公司总经理。您可不许反悔。凭咱俩这层关系，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当初我居然嘲讽苏家的大小姐配不上李磊那个窝囊废，要是真让他稳稳拿下苏氏继承权，我以后在这里就永无出头之日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让他顺利上位。苏大小姐，星光基金会启动资金来源不明，永东科技项目款项流向异常，你才入职多久就敢挪用集团资金？我们绝不同意他继承。要冷静一下。基金会单独开设监管专户，和集团运营资金互不牵扯。你手里这份永东流水局的编号对不上，是伪造的假证。空口无凭，你凭什么说我造假？永东科技的整条供货渠道由恒力供应链独家承接，还请各位看清楚恒力的股权归属。这个王浩好像就是王董事的亲生儿子啊！转账时间刚好和项目采购周期对上。股权回扣只是其一，我们还有永东科技的员工陈月的证词。什么？王董让你卡住哪家供应商？大小姐，我不懂您在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法务不能听得懂就行。是恒力供应商，王董事的儿子在里面持有干股。大哥，请彻查这条供应链。我这就把这个证据发到集团内网上。不急，明天当面对质才有意思。一个刚回来的丫头片子，懂什么集团管理？苏氏迟早毁在你的手里。从前我任人拿捏，被你们当软柿子捏，但现在，谁要是借着职务侵占公司利益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依据集团监察条例，即刻暂停王董事的全部职务，所有线索移交司法机关。苏振廷，你要纵容你的女儿这么对跟着你打拼多年的兄弟吗？老王，是你自己被贪念蒙蔽双眼，亲手堵死了自己的退路。苏安，咱们走着瞧，你别妄想能顺利继承苏氏。苏小姐，
要不是这个基金会，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撑下去。能撑过来靠的是你自己，基金会只是给你一盏引命灯，往后的路还要你自己往前走。婉婉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，现在的她自信又迷人。景琛看婉婉的眼神不像哥哥看妹妹，婉婉看他的眼神也不像是只把他当哥哥。婉婉，如今你的事业步入正轨，该想想人生大事了。以后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？景琛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身边有没有合适的人？公司最近事务繁忙，暂时不考虑。是不考虑还是不敢考虑？苏景琛，我只要你一句实话，你对我究竟有没有生出超越兄妹的心意？你不否认，我就当你有。我现在已经到 A 市了，今晚咱们爷俩见一面。对不起，婉婉。你甘愿留在苏氏屈居总经理之位，就为了帮那个刚找回来的大小姐扫清障碍？景琛，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苏家养育我20年，这份恩情我自然要报。你只要公开陆家继承人的身份，远红的股权便会立刻为苏婉背书，他不就能坐稳继承人之位了吗？那样一来，董事会只会觉得他所拥有的一切荣光都是旁人赋予的。他从李家泥潭里爬出来是靠他自己。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，是他亲自打赢了这场仗，胜任继承人的职位。我想等到那一天，再向他坦白我的心意，坦白我的真实身份。你这倔脾气性和你母亲一模一样。儿子，我的儿子。景琛小时候意外走失，我的妻子因为伤心过度而离世，这也是我执意要她回陆家的原因。只要苏婉能顺利继承苏氏，完成你的心愿，你就能回家了吧？今天就是30天考核期的最后一天，由全体董事投票决定大小姐能否继任苏氏。我可不看好她，前阵子她的舆情风波可是给苏氏集团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。大小姐，别以为做了几天公益就能管好一个集团，苏氏可不是什么慈善机构。婉婉，你要记住，董事会的持股排行，除去我和你妈，还有从不露面的远红资本，股份最多的就是陈董事。陈董说的没错，公益项目耗钱，不利于集团营收发展。贸然让大小姐上位，风险太大，我不赞同。大小姐目前还差3票赞同票，一定是陈董事提前找了这些董事们拉票，故意不投给大小姐。这个年纪的女人啊，还是幼稚，听伯伯一句劝，找个男人嫁了。永东重组回款率达113%，27家合作方已全部续约。陈董事，您若要质疑我，请拿出数据，而非偏见。是远红资本追加全部股权投票，全数投给大小姐。远红资本为什么会帮他？你有事瞒着我，对不对？从我深陷偷拍股价稳住，到远红资本临时投票帮我翻盘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多巧合？婉婉，等你正式继承集团后，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。你总是让我等。你们听说那个爆料了吧？苏总经理其实是远红资本派来的商业间谍，蛰伏苏家10几年，一边受苏家养育，一边暗中布局，就是要帮远红吞并苏氏，心机太深了。这下我是看明白了，远红资本在关键时刻帮苏婉投票，根本就是想借着他彻底掌控苏氏集团。无凭无据的揣测，禁止在公司散播。是，苏总在苏氏的这10几年，为集团扛下了无数危机，他的付出不是几句流言就能抹杀的。苏景琛，给我一个解释。集团内部都在传你是远红资本派来的间谍，这份调查表我不打算看，想先听听你的说法。爸妈，我以性命起誓，我从未算计过苏家，算计过你们，也绝没有做过损害苏氏利益的事。至于我的身世，等婉婉完成继承人授权后，我会全盘向你们坦白。孩子，我们从来不信这些传言，也不想逼你，只是如果你真的心里藏着什么事，我们会担心的。妈，谢谢你。无论我到底是谁，您永远是我妈。还有爸，
我永远记得当年我只是孤儿院最瘦小的一个孩子，是爸妈心软收留我，给了我一个家，还让我学着管理集团。哈哈，臭小子，我们养了你10几年，这养育之恩没还完，你可别想给别人打工，这辈子你都是苏家的人。今日，苏婉女士30天继承人考核期满，现场公示考核成果。30天内逆风翻盘，这大小姐的能力确实经得起好看。抛开流言不谈，她做事有格局。我宣布，有效赞同票数达标，苏婉女士正式成为苏氏集团合法继承人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曾是个平凡到卑微的普通人，并非生来就具备继承者的能力。感谢我的爸妈愿意接纳我、信任我。我相信苏氏从来不是一家只追逐利益的企业，唯有守住行业底线，扛起社会责任，才是将集团做大做强的底气。各位且慢，在敲定继承人之前，难道不该查清苏景琛到底是什么身份吗？多年来，苏景琛频繁私下密会远鸿资本陆宏远，他就是陆家安插的商业间谍，证据确凿。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之前还以为是八卦消息，没想到苏家的养子真的是商业间谍。果然外姓人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苏董对他这么好，他却想着夺权苏氏。那远鸿资本属于大小姐继承苏氏，你回归苏家，拿下继承权，全是陆景琛一手布局，甚至你的身世都存疑，你就是陆家的傀儡，根本不配继承苏氏。孩子，我只要听你一句实话。妈，我是陆家的人，没错。你留在苏家，难道就是为了算计我们吗？你们还要自欺欺人吗？这白眼狼就是冲着你们家业来的，不然谁愿意给人当儿子？看来有人比我还在乎我们陆家的家事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儿子陆景琛，他是远鸿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已经坐拥万亿资产。从始至终，我们远鸿都不屑夺取苏氏的分毫利益。景琛18岁那年，我们就已经父子相认，但他执意留在苏氏，报答苏家夫妇对他多年的养育之恩。如今又为了帮助苏家大小姐扫清所有非议，而不敢泄露身份。不可能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逮捕嫌疑人王某，你在候审期间自己出来，现在就回里面待着吧。你这孩子，怎么什么都自己扛？不管你姓苏还是姓陆，都是我们养大的孩子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所以，这就是你一直拒绝我的原因，怕我被人质疑是靠你才能上位。苏景琛，你这个大混蛋，还敢不承认喜欢我吗？婉婉，你知道吗？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起，就不只是把你当妹妹了。婉婉，从今往后，苏氏就全权交给你。即日起，远鸿资本与苏氏集团达成永久战略合作，将全力支持苏婉执掌苏氏集团。谁再敢拿到出身做文章，便是与整个远鸿资本为敌。往后要管理集团，对接远鸿合作，还要运营星光基金会，我肯定有的忙了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一起分担，往后朝夕相守，岁岁相伴。先说好，以后基金会的运营支出都要算在苏氏的账上，不许你再偷偷从远鸿注资了。我们都是夫妻了，还算这么